在安徽黄山的深处，藏着一个非常特别的村庄。它坐落在海拔近1000米的苦竹尖山腰，全村52户人家就建在三面都是悬崖的山脊上。这里不通公路，也没有汽车，所有的物资，从一袋米、一根木头到装修材料、生活用品，甚至连垃圾都必须靠人一步一步背上山。而通往这个村子的路只有一条，那就是800多级陡峭的台阶。然而，真正让人好奇的并不是这些，而是这个村子隐秘的历史。大约400年前，有一户人家突然改掉了自己的姓氏，躲进了这片黄山深处，在这悬崖之上建起了这座与世隔绝的村庄木离红。直到今天，也没有人确切知道他们当年究竟在躲避什么。400年过去了，他们的后代依然生活在这里，只是如今这个村子只剩下52户人家，总共166个人，而且大多数都是老人。有人算过一笔很特别的账，全村166个人的年龄加在一起，刚好是6240岁。这意味着每当一位80岁的老人离世，就需要80个新生儿同时出生，才能把这个总数补回来。时间正一点一点地带走这个村庄。那么这个隐居在云端400年的地方，人们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呢？想知道答案，我们必须先爬上那800级台阶。但这800级台阶并不是谁都能轻松走完的，因为通往木离村的路本身就是一场考验。想要到达木离村，必须先从黄山市休宁县出发，开车近1个小时，进入黄山深处的溪口镇。但很快车就开不动了，在一个山路的急转弯处，一道道栅栏住了所有车辆。这里就是木离村的山脚，收费10块钱，说是停车费，实际上也相当于进村的门票。道闸后面是一个只能停10辆车的小停车场，说是停车场，其实只是路边的一块空地。站在这里抬头看，前方是一条消失在竹林深处的木栈道，从这里到村子还有1.5公里的山路，800多级向上的台阶，而这条路是进村的唯一通道。更特别的是，这些台阶不是石头做的，而是木头搭成的，两边是粗大的原木，中间铺着横木，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，仿佛随时都会断裂。当地村民说，他们上山只需要15分钟，但对外地游客来说，这800级台阶往往要爬40分钟，中途至少要停下来休息3、4次。可就是这样一条连游客都觉得吃力的山路，村民们却要每天往返好几趟，因为山上的一切物资，从修房子的木头、水泥、砖块，到日常吃的米、油、蔬菜，全部要靠人一步一步背上山。7、80斤重的木料绑在背上，几十斤的大米和食用油扛在肩上，没有车，没有索道，也没有任何机械设备。400年来，木离村所有的东西，吃的、用的、住的，都是村民靠着双脚和肩膀，一点一点背上这座海拔近1000米的悬崖。正因为如此，山脚下慢慢出现了一个古老的职业——背夫。他们专门帮游客把行李背上山，一趟收费20-30块钱。一位50多岁的背夫说，淡季一天背2、3趟，只能赚60、70，旺季能背7、8趟，一天最多也就200多块。可即便如此，年轻人也很少愿意干，因为这份工作其实就是用体力换钱。一旦脚下打滑，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从台阶上滚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不仅物资要背上山，连垃圾也要背下山。村里没有垃圾车，所有生活垃圾都要村民自己扛着，沿着这800级台阶，一步一步背到山下的垃圾站。有人曾经问村民，为什么不在山上建一个垃圾焚烧炉呢？村民只回了一句话：建焚烧炉的材料你要怎么运上来？一句简单的回答道出了木离村最大的困境。这里的一切都被这800级台阶死死困住。爬到一半，很多游客已经气喘吁吁，只能坐在路边的石台上休息。这些石台是专门给爬山的人歇脚用的。台阶旁边有山泉水流过，村民说这水可以直接喝，冰凉又清甜。就在这样的山路上，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正背着一大筐刚从山上摘下来的蔬菜，准备下山到镇上去卖。她走得很慢，但很稳，每一步都踩得结结实实。有人问她累不累，她只是笑了笑，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：从小就这么走，习惯了。你爬了40分钟才终于到达村口，会看到一块石碑立在那里，上面写着中国传统村落木离红。站在村口往下看，脚下就是刚刚爬过的那800级台阶，它蜿蜒曲折，消失在茫茫竹林之中。而这条路就是木离村唯一的生命线。几百年来，村民们靠着这双肩膀，把盐、米、油、茶背上山，再把粮食、蔬菜和木材一点一点背下山。就这样，在这座3面悬空的山脊上，养活了52户人家。
可当你转过身看向这个村落时，一个更大的疑问又出现了。在这条连车都上不来的绝路尽头，在这座被群山包围、三面悬空的山脊上，这52户人家当年到底是怎么把房子建起来的？他们又是如何在悬崖边生活了整整400年呢？答案就藏在眼前这些悬空的房屋里。穿过村口，眼前的景象让人一瞬间停住脚步。这个村子不在山顶，也不在山谷，而是静静地躺在一条狭长的山脊上。52户人家的房屋一字排开，背靠大山，面向深谷，远远看去就像一排悬在山腰上的房子。而当你走近时，会发现一个更加惊险的细节，几乎每一栋房屋都有一部分悬在悬崖之外，很多房子的门前都伸出一块木质平台，当地人叫它晒台。玉米、辣椒、笋干、衣服、柴火，几乎所有东西都会被摊在这些晒台上晾晒。但如果你低头往下看，就会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，因为这些晒台的下面并没有石墙，也没有地基，支撑它们的只有一根根粗大的木桩。这些木桩有的直径超过30厘米，被深深插入岩石的缝隙之中，然后在空中搭建出一个个平台，看起来就像把房子的一部分直接伸进了悬崖。如果木桩断裂，整个平台都会瞬间坍塌，而晒台下面往往就是上百米深的山谷。为什么要建这种悬空晒台呢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这里的土地实在太少了。木梨村所在的这条山脊，最宽的地方不过50米，最窄的地方甚至只有20多米。52户人家挤在这样一条狭窄的山脊上，土地根本不够用。于是木梨人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既然山脊上的土地不够，那就在空中借一点。一根根原木从屋里伸出，打入悬崖边的岩石缝隙，再铺上木板，一块新的地面就这样悬在半空中诞生了。慢慢的，这些晒台不仅成了晾晒粮食的地方，洗衣、做饭、聊天、晒太阳，很多日常生活也都在晒台上完成。甚至有些房屋之间晒台彼此相连，村民从自家的晒台直接就能走到邻居家。久而久之，这些悬在悬崖上的平台竟然变成了村里的空中小路。当然，这样的建筑也必须时时维护。村里有一位68岁的老木匠，名叫詹祖清，他修晒台已经修了整整50年。每次下过大雨，他都会挨家挨户检查这些木桩，用锤子轻轻敲打，听声音就能判断木头有没有腐朽。一旦发现问题，就必须立刻加固或者更换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如果木桩断裂，整个晒台会瞬间坍塌，而下面就是悬崖。修一次晒台要把70-80斤重的木头一趟一趟背上山，有时候一天要跑10几趟。但即使这样，他也从来没有停下来过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些晒台守护着的是整个村子的生活，而木梨村的建筑奇迹还不止于此。这里虽然位于徽州地区，却几乎看不到传统徽派建筑那种优雅的飞檐。原因很简单，这里的风太大了。木梨村处在山脊之上，三面悬空，山谷里的风会沿着山坡一路冲上来。如果使用传统徽派那种翘起的屋檐，大风很容易把屋顶掀翻。于是村民们做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选择，放弃美观，保命要紧。这里的屋顶大都是平缓的排瓦结构，没有高高翘起的飞檐。这样一来，山风可以直接从屋顶划过，不会形成强烈的风压。不仅如此，房屋之间也不会紧密挤在一起，52户人家整齐地排成一列，中间留出空隙，这样大风可以从房屋之间穿堂而过，不会形成涡流，也不会集中冲击某一栋房屋。正是这些看似朴素的设计，让木梨村在悬崖之上安安稳稳地存在了300多年。但真正让人好奇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有人会选择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建村呢？在村子里一直流传着一个奇怪的说法，木梨最早的祖先原本并不住在这里，他们是逃进来的。时间要回到400多年前的明朝万历15年，也就是公元1587年。据说当时有一个家族因为卷入一桩案件被官府通缉，具体是什么案子没有人说得清，有人说是官司纠纷，也有人说是得罪了地方权贵。总之，这个家族不得不连夜逃亡。他们带着族人一路躲进黄山深处，翻过一座山又翻过一座山，越走越偏，越走越荒，直到有一天他们被逼到了山脊尽头，前面是万丈悬崖，脚下是翻滚的云海，后面可能还有追兵，退无可退。于是他们做出了一个几乎疯狂的决定，就在悬崖上安家。为了不被人找到，这个家族还做了一件事，他们改掉了原来的姓氏，从此隐姓埋名，再也不提祖先的来历。慢慢的，这个逃难的家族在悬崖上繁衍生息，几十户人家一代又一代，
最后就变成了今天的木梨宏村。当然，这段历史没有任何史书记录，它只存在于村民的口口相传之中。但奇怪的是，直到今天，村里很多老人仍然坚信一件事，他们的祖先确实是逃进来的，而他们当年究竟在躲什么，也许已经没有人知道了。这个建在悬崖之上的小村庄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与外界隔绝。400多年过去，战争早已远去，但如今真正改变这个村子的，却不是兵祸，而是时间。站在村子里环顾四周，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这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。52户人家，166名村民，大多数都是老人。年轻人早已离开大山，去城里打工、读书、生活，很少有人愿意再回来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这里的生活实在太难了。没有公路，出门要先爬800级台阶；没有超市，买东西必须下山；没有医院，生病了只能靠自己；甚至连手机信号也时有时无。曾经热闹的山村，如今很多房屋已经空了下来。一位村民说，以前晚上家家都有灯，现在越来越黑了。如果有一天老人们相继离开，这个在云端隐居了400年的村庄，也许真的会慢慢沉寂。但即便如此，仍然有人选择留下，比如那位修了50年晒台的木匠詹祖清，比如那位70多岁还背着蔬菜下山卖的老人。他们守着这片悬崖上的家园，一代又一代。或许真正留在这里的，不是悬空的晒台，也不是壮观的云海，而是人们在这片悬崖上延续了400年的生活。在木梨村，推开窗看到的是云海，但一旦走出门，脚下可能就是悬崖。很多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游客都会产生一种奇怪的错觉，这里像仙境，但同时也像悬崖边的一座孤岛，而村民们却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了整整400年。清晨5点，天刚蒙蒙亮，山谷里还飘着雾气，村子里已经响起第一声鸡鸣。老人们起得很早，烧水、生火、喂鸡、喂猪，山村的一天就这样慢慢开始。这里的鸡几乎都是散养的，它们白天在山坡上到处跑，吃虫子、野草，喝山泉水。村民说，这种高山鸡的肉特别紧实，如果炖汤，只需要放一点盐就能煮出满屋子的香味。除了养鸡，几乎每户人家门前屋后都有一小块菜地。木梨村的土地非常紧张，房前、屋后、晒台边，甚至悬崖边缘，只要能种东西的地方都被开垦成了菜地。白菜、萝卜、红薯、土豆，这些最普通的作物就是村民们1日3餐的来源。山里人常说一句话，靠山吃山。在木梨村，这句话几乎被发挥到了极致。山里的野柿子成熟的时候，村民会摘回来做一种特别的小吃。青柿子又涩又硬，普通人很难入口，但山里人有一套自己的办法，他们会采一种山里的野草，再加上本地的绿茶，一起煮成汤汁。这种草没有正式的名字，村里人却给它取了一个很奇怪的名字——告别草。因为每当这种草开花的时候，意味着一年农事即将结束。青柿子泡在这种汤汁里1天，再拿出来的时候，颜色已经变成金黄，咬一口脆甜清香，像极了脆黄桃。这是很多木梨孩子童年里最难忘的零食。在这样封闭的山村里，很多东西都必须自己解决。下山一趟实在太难了，800级台阶来回一趟至少2个小时，所以村民们慢慢形成了一种习惯，能自己种的就绝不下山买，能自己做的就绝不花钱。有村民开玩笑说，我们这里吃饭不难，难的是想吃点别的，比如想吃肉就必须自己养鸡养猪，而饲料要一袋一袋背上山，想吃鱼就得有人专门下山买再背回来。至于西瓜这种东西，村里人很少吃，因为太重了，实在没人愿意背。长久以来，木梨村几乎像一个与世隔绝的小世界，但这种封闭在最近10几年慢慢被打破了。随着旅游业的发展，这个云端上的村庄开始被越来越多人知道，尤其是在航拍节目播出之后，云端村落、天空之城这些称号让木梨村突然走红。每到周末和节假日，大批游客会背着行李爬完那800级台阶，只为了看一眼这里的云海。于是村里的房子开始慢慢改变，很多民宅被改造成了民宿，原本安静的山村突然多出了餐馆、小卖部和客栈。旺季的时候，全村几乎家家满房。有民宿老板说，最忙的时候1个月能赚2-3万块钱，但山里的生意也有他自己的节奏，一年真正热闹的时间其实只有3-4个月。一旦进入淡季，游客消失，整个村子又恢复了从前的宁静。很多民宿空着，老板们坐在晒台上晒太阳，看云发呆。有人算过一笔账，开民宿并不轻松，装修材料要一袋一袋背上山，床单被套要背下去洗，再背回来，
食材、水电每一样都不容易。很多年轻人因此选择离开，他们去城里打工，生活更方便，收入也更稳定。现在的木梨村常住人口只有166人，其中大多数都是老人，但在村子里偶尔还是能听见孩子的笑声。比如一个叫洪雅菲的小女孩，她平时在镇上读书，一到周末就吵着要回山上的老家。村里大多是老人，安静得很。雅菲一回来，整个村子都热闹起来。她追着鸡跑，满山坡乱窜，还经常偷偷挖邻居地里的红薯。有人笑着说，那些好不容易躲过野猪的红薯，最后还是没躲过村里的熊孩子。可没有人真的会生气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在这个越来越安静的村子里，这样的笑声已经越来越少了。傍晚的时候，山里的雾气又慢慢升起，村子被云海一点点包围。母亲在厨房里炖好一锅鸡汤，等着雅菲晚累了回家。灯光从一户户老房子里亮起来，又慢慢熄灭。晚上8点不到，整座山就黑透了。山谷里只有虫鸣，村子安静的仿佛时间都慢了下来。但只要还有人在这里生活，木梨村的炊烟就不会断。晒台上的食物被收回屋里，山风继续吹过屋顶。在这个云端上的村庄里，人们依然慢慢种菜，慢慢养鸡，慢慢修晒台，慢慢过日子。也许有一天，这个隐居了400年的村落会消失在云海里，但至少现在它还静静地存在着，等待着下一个愿意爬上那800级台阶的人。木梨村，一个在悬崖上隐居了400年的村落，52户人家用木桩撑起房屋，用双肩背起生活。盐、米、油、木头、砖瓦，所有东西都要靠人一步一步背上这条山脊。他们是谁？祖先为什么改姓？当年躲避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追杀？这些问题今天已经很难再找到答案。也许这个秘密早已被带进棺材，被埋在了这片云海之下。400年的时间过去，当年的逃难者早已不在，留下的只是一代又一代在悬崖上生活的人。他们修晒台、种蔬菜、养鸡、背东西下山，用最普通的方式守住了这片云端上的家园。但时代正在改变这里，年轻人离开大山，老人慢慢老去，空房子越来越多，夜晚也越来越安静。也许有一天，当最后一缕炊烟消失，当最后一扇木门关上，木梨村真的会沉入云海，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但至少现在，那些悬在悬崖边的晒台还在，那些修了几十年的木桩还在，山风仍然吹过屋顶，村子里偶尔还能听见孩子的笑声。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黄山深处，也许可以试着爬完那800级台阶，去看看这个曾经与世隔绝400年的村庄。也许你会看到云海，也许你会听到老人讲起祖先改姓的故事，又或者你只是站在悬崖边，看着那些安静的老房子，然后突然意识到有些地方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那么你觉得木梨村这样的村落未来还会一直存在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，欢迎关注眼见中国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